人生修炼手册，你何时启动？大家好，这里是寻道。今天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想去修行？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的答案很简单，2个字：成熟。一个人只有当他开始变得成熟，才会真正把目光转向内心，开始关注心灵的成长。这时候，修行就像一颗种子，悄悄地在心里发芽。想象一下，你小时候是不是只想吃糖、玩游戏？谁跟你谈人生、谈理想，你是不是觉得他有点神经病？那时候的我们就像一颗青涩的果子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，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、好玩的都塞进自己的小口袋，哪有心思去管什么心灵成长？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，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我们开始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总是充满阳光和欢笑。我们会遇到挫折，会经历痛苦，会感到迷茫。我们会发现曾经让我们无比快乐的东西，现在好像也变得没那么重要了。这时候我们开始思考，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到底想要什么？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个小小的问号，在我们心里跳来跳去，挠得我们有点痒痒的。于是我们开始尝试寻找答案。有些人开始读书，有些人开始旅行，有些人开始接触宗教，有些人开始冥想。而这些寻找答案的过程，其实就是一种广义的修行。所以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才想去修行，我的回答是，当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当你开始渴望内心平静和成长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修行的路上了。当然，你可能会有很多疑问，什么是成熟？成熟的标志是什么？成熟和修行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成熟？成熟有什么好处？成熟可以培养吗？别担心，今天我就来一一解答这些问题，保证让你听得明白，听得有趣。成熟的真相，你真的懂吗？好，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成熟。成熟不是指你的年龄有多大，也不是指你有多成功。我说的是另一种灵性上的成熟，那是内在的东西，是让你在人生的舞台上不至于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被人摆布的东西。它决定你能不能进修行的门。有些人年纪一大把，做事还像个孩子一样冲动；有些人年纪轻轻，却已经能够沉稳地处理各种事情。所以呢，年龄只是一个数字，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成熟程度。那么到底什么是成熟呢？在我看来，成熟是对自我、对世界有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。它是一种内在的成长，是一种心智的成熟。具体来说，成熟的人有以下几个特点：他们能够客观看待事物，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人，不会一概而论，不会轻易下结论。他们会努力了解事情的真相，而不是只看到表面。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几句话就垂头丧气。他们能够理性地处理情绪，而不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。他们能够承担责任，不会逃避问题，不会推卸责任。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就要自己负责。他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不会人云亦云，不会盲目跟风。他们会独立思考，形成自己的观点。举个例子，小时候我们看到电视里演坏人，就会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十恶不赦。但是长大后，我们发现坏人也有自己的苦衷，他们之所以会做坏事，往往也是有原因的。这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我们开始能够更全面、更客观地看待事物。
再比如，小时候我们考试没考好就会哭鼻子，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。但是长大后，我们知道一次考试并不能决定一切，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和成长。这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我们开始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成熟就像是一把钥匙，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更广阔的世界，让我们看得更远，走得更稳。它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个不断学习、不断成长的过程。成熟鉴定，你中了几个？知道了什么是成熟，我们再来说说成熟的标志是什么。成熟的标志有很多，我这里列举几个比较重要的。能够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和世界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，这个世界也并不完美。成熟的人能够接受这些不完美，并且努力去改变可以改变的，接受无法改变的。他们不会苛求自己，也不会抱怨世界，能够从错误中学习和成长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犯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敢承认错误，不敢从错误中学习。成熟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，并且从中吸取教训，不断进步，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成熟的人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就要自己负责，他们不会找借口，不会推卸责任，他们勇于承担后果，并且从中成长，能够尊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。这个世界是多元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。成熟的人能够尊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，即使不认同，也会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尝试理解。他们不会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不同意见就生气。拥有同理心和包容心。成熟的人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。他们拥有同理心，能够体谅别人的难处，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。举个例子，小时候我们和朋友吵架了，可能会好几天都不理对方。但是长大后，我们知道，朋友之间难免会有摩擦，重要的是要学会沟通和理解。我们会主动向朋友道歉，也会原谅朋友的错误。这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我们开始拥有了同理心和包容心。再比如，小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和自己不一样，就会觉得很奇怪，甚至会排斥对方。但是长大后，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，这个世界才更加精彩。我们会尊重别人的个性和选择，不会因为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歧视对方。这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我们开始能够接纳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。成熟就像是一面镜子，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，更深刻地理解世界。成熟进阶，修行是加速器。现在我们来聊聊成熟和修行有什么关系。在我看来，成熟是修行的基础，修行是成熟的催化剂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成熟的人更容易接受新的观念，更容易反思自我。修行往往涉及到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，比如因果、轮回、空性等等。如果一个人不够成熟，他的思维方式比较固化，就很难理解这些概念，甚至会产生抵触情绪。而成熟的人思维比较开放，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，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。他们更容易接受修行的理念，并且愿意去尝试和体验。其次，修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，提升心性，从而更加成熟。修行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比如冥想、静坐、禅修等等。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观察自己的内心，了解自己的情绪、想法和行为模式。至于更详细的修行方法，
我的频道有很多相关的视频可以学习，今天我们就先不展开了。通过修行，我们可以逐渐放下内心的执着和妄念，变得更加平静和自在。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更加理性地处理问题。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，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。这些改变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容易冲动的人，通过修行，可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变得更加冷静和沉稳。一个容易焦虑的人，通过修行，可以学会放松身心，变得更加平和和自在。所以，成熟和修行是相辅相成的。成熟为修行奠定了基础，修行又促进了成熟的进程。他们就像一对好朋友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成长。有人说，修行是人生的必修课。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。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、不断成长的过程，而修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，更好地成长，更好地活出自己的人生。当然，修行并不是一定要出家、念经、打坐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修行，比如读书、思考、助人等等。只要我们用心去做，只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成长，我们就是在修行。成熟福利，解锁人生隐藏关卡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要成熟呢？成熟有什么好处呢？答案是，成熟可以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人生。具体来说，成熟可以给我们带来以下好处：拥有更稳定的人际关系。成熟的人懂得尊重他人，懂得体谅他人，懂得为他人着想。他们不会轻易发脾气，不会无理取闹。他们能够更好地与人沟通，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。这样的人自然更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，更容易拥有稳定而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更容易获得成功和幸福。成熟的人目标明确，做事有计划，能够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目标努力。他们不会被眼前的诱惑所迷惑，不会轻易放弃。他们拥有更强的抗压能力，能够更好地应对挫折和挑战。这样的人更容易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更容易获得幸福的人生，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压力，比如工作上的压力、家庭中的矛盾、生活中的变故等等。成熟的人拥有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，能够更冷静、更理性地面对这些挑战和压力。他们不会被困难吓倒，不会轻易崩溃。他们能够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并且从中成长，拥有更平和的心态和更丰富的人生体验。成熟的人懂得珍惜当下，懂得享受生活。他们不会为过去的事情后悔，也不会为未来的事情担忧。他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。他们能够更深刻地体验人生的各种滋味，拥有更丰富的人生体验。举个例子，小时候我们遇到一点小挫折，就会觉得很沮丧，甚至会放弃。但是长大后，我们知道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我们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继续努力。这就是成熟带来的改变，我们拥有了更强的抗压能力。再比如，小时候我们总是羡慕别人拥有的一切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。但是长大后，我们知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重要的是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。我们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，更加关注当下的生活。这也是成熟带来的改变，我们拥有了更平和的心态。成熟
就像是一盏明灯，可以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，指引我们走向更美好的人生。成熟养成记，从青铜到王者。那么，成熟可以培养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虽然有些人天生就比较成熟，但大部分人的成熟都是后天培养的。那么，如何培养成熟呢？我这里给大家一些建议：多读书，多学习，拓展认知边界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通过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，我们可以了解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思想、不同的观点。这可以帮助我们拓展认知边界，更全面、更客观地看待事物。多反思，多总结，从经验中成长。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，我们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，但重要的是要从错误中学习，不断反思和总结。通过反思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。通过总结，我们可以从经验中吸取教训，避免重蹈覆辙。勇于承担责任，在实践中锻炼自己。责任是成熟的催化剂，只有勇于承担责任，才能在实践中锻炼自己，不断成长。不要害怕犯错，不要逃避责任。只有敢于承担责任，才能真正变得成熟。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接受不同的观点和文化。世界是多元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。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接受不同的观点和文化，可以让我们更加包容，更加成熟。不要固步自封，不要排斥异己。只有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才能不断进步。进行适当的修行，例如冥想、静坐等。修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，提升心性。通过冥想、静坐等方式，我们可以放下内心的杂念，更加平静地观察自己的内心。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情绪，更加理性地思考问题。与成熟的人交往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与成熟的人交往，可以潜移默化地受到他们的影响，从而更快地成长。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，学习他们的思考方式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变得成熟。经历一些挫折和挑战，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。只有经历一些挫折和挑战，才能真正变得成熟。不要害怕失败，不要逃避困难。只有经历过风雨，才能见到彩虹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，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，多与人交流。在交流的过程中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观点。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反思，你的沟通能力自然会得到提高。再比如，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抗压能力，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些挑战性的目标，并且努力去完成它们。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。通过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，你的抗压能力自然会得到提高。成熟终极奥义，活出最好的自己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成熟和修行的话题。我们从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想去修行这个问题出发，探讨了什么是成熟、成熟的标志、成熟和修行的关系，为什么要成熟，成熟有什么好处，以及如何培养成熟。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，大家能够对成熟和修行有更深刻的理解。记住，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个不断学习、不断成长的过程。修行也不是一定要出家、念经、打坐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修行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态，不断的学习和成长，不断的完善自我。就像一颗种子，只有经历了风雨的洗礼，
才能最终长成参天大树。就像一块璞玉，只有经过精雕细琢，才能最终成为价值连城的宝玉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熟，最终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。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：你认为自己现在成熟吗？你打算如何让自己变得更成熟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想法和见解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恩你的到来，希望本频道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与帮助。如果你喜欢，请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这是对我莫大的支持与奖赏。